2001年8月，一本封面朴素的英文书在纽约上市，书名只有几个字：中国即将崩溃。作者在序言里写下这样一段话：现代中国这个国家的终点已经不远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有5年，最多10年，然后它就会倒下。这本书要告诉你为什么。那是什么样的一年？2001年，中国的经济总量排在全世界第6，人均 GDP 大约$1000上下。同年12月才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书一上市就轰动，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翻译成多国文字。2002年3月，中文版在台湾出版，卖得非常好，甚至有评论说它在台湾造成的回响超过了当年那本1995闰8月。25年过去了，今天是2026年，中国没有崩溃，它的经济总量从世界第6走到世界第2，出口规模一年超过3兆美元。而那本书的作者张家敦至今仍然活跃在美国的电视荧幕上，仍然在告诉观众，这一次是真的了。问题就在这里，一个预言错了25年的人，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愿意听？而更重要的是，2026年的中国，那些数字确实非常难看的中国，这一次会不会真的不一样？今天我们就把这30年的账一笔一笔算清楚。先说一件事，很多人以为张家敦是那种在网络上随口喊话的网红，这个印象并不公平，也会让我们看不懂整件事。张家敦1951年7月出生在美国纽泽西州，父亲是江苏来的华人，母亲是苏格兰裔美国人。他1976年在康奈尔大学拿到法律博士，之后被派到亚洲工作，前后在中国大陆和香港待了20年，曾经在国际律师事务所贝克麦坚时担任香港合伙人，后来又长期住在上海，主要客户包括花旗银行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换句话说，这个人不是坐在书房里凭空想象中国的，他亲眼看过中国的银行账本，亲手处理过中国企业的并购案，他看到的东西是很多学者看不到的。这也是为什么2001年那本书一出来，会有那么多人相信。那本书的核心论证其实很清楚，也很专业。第一，中国的国有企业效率极低，大量企业靠银行贷款续命，这些贷款本质上永远收不回来，是不良债权。第二，中国的4大国有银行资产负债表上塞满了这些烂账，真实的坏账率可能高达30%以上，只要有任何一次挤兑，整个金融系统就会垮。第三，也是他当时最看重的一点，中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他认为 WTO 会逼中国开放金融和制造业，让效率低下的国企在外资面前不堪一击，5年之内就会出现大规模倒闭和失业潮，社会动荡随之而来，中共政权承受不住。这个推论在2001年听起来非常有说服力，连台湾的立法院都做了这本书的摘要报告，报告里写得很客气，说国际评论者不见得赞同他即将崩溃的结论，但大多不否认他对中国缺失的论证具有说服力。那么后来发生了什么？后来发生的是，中国加入 WTO 之后，出口在10年之内成长了将近6倍，外汇存底从2000多亿美元冲到3兆美元以上，经济总量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2。那些他认为会被外资打垮的国企，不但没有垮，反而在政府的资源灌注下变成了世界500大。这里有一个很值得停下来想的问题，张家敦看到的东西错了吗？没有，国企效率低落是真的，银行坏账堆积如山也是真的。他错的不是看到什么，而是他假设了一件事，他假设这些烂账会像在正常市场里那样自动引爆。可是中国做了另一件事，2003年前后，中国政府用外汇存底成立资产管理公司，把4大银行的不良资产整批剥离出去，然后让干净的银行到香港和上海上市，用市场的钱重新灌血。这个操作在任何一本西方金融教科书里都不存在，因为那需要一个政府同时拥有银行，拥有债务人，还拥有印钞权。换句话说，那颗炸弹确实存在，但拆弹的人和放炸弹的人是同一个人。这个结构性的差异是往后25年所有崩溃预测失准的共同根源。我们待会儿还会回到这一点。好，时间来到2011年，按照那本书的算法，5年是2006年，10年是2011年。2006年那一关大家没有太追究，因为书里写的是5年，或许10年。
但2011年这一关是他自己给自己划的死线，躲不掉了。那一年11月，美国之音在感恩节前后访问了他，记者很直接地问，我看到有文章说您预言中国经济会在2011年底崩溃，您能不能解释一下为什么您认为中国经济会在1个多月之内崩溃？他的回答是这样的，我在2001年写那本书的时候说过，共产党政权会在10年后倒台，所以才会有今年底崩溃这个说法。我要说的基本上是共产党体制，一党制国家是不可持续的。他接着补充，我们距离看到共产党统治终结已经没有多少日子了，因为抗议活动愈来愈多，而且社会暴力愈来愈严重。然后2011年就过完了，中国那一年的 GDP 成长率是 9.6%。 接下来就是这整个故事里最经典的一幕。2011年12月29日，也就是那一年只剩下2天的时候，张家敦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叫做《中国即将崩溃2012年版》。他在文章里承认自己的时间点错了，但坚持结论是对的，只是晚了1年。文章的最后一句话成为往后10几年被无数人引用的名场面。他说，强大的中国共产党将在2012年倒下，而不是2011年。我赌他一把。2012年结束的时候，中共不但没有倒，还开完了18大，换上了新一代领导班子，习近平上台。外交政策杂志的反应也很直接，他们连续2年，2011年和2012年，把张家敦的中国崩溃论列进了年度最糟糕的10项预测。同一份杂志，同一个人，连中2年，这在评论界大概是很难得的记录。如果故事到这里就结束，那顶多是一则趣闻。真正让人吃惊的是接下来的14年。2013年，他接受福斯财经网访问，说中国将在6个月之内崩溃。6个月过去了，中国的 GDP 成长率是 7.8%。2016年，他再次预言中共会在2016年到2017年之间倒台。同一年10月，他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文章，标题叫做《向台湾说哈啰》，宣称中国的国力已经见顶，未来只会往下走，中国不会变成米尔斯海默预期的那种强权，而台湾和台湾的朋友加起来会越来越强。2020年，他出了新书，讲美中科技战争，主张中美已经陷入科技冷战，赢家将主宰21世纪。2021年，塔利班重新拿下阿富汗之后，他在国会山报发表文章，说中国将成为下一个掉进阿富汗这座帝国坟场的帝国。5年过去了，这件事也没有发生。2022年11月，中国爆发白纸运动，他上福斯新闻说，这比1989年的天安门更危险，因为89年的抗议者其实想保住共产党，只是想换掉几个强硬派领导人，而这一次比较像1949年，中国人已经放弃了现有的政权。他还说要注意中国官员是不是开始外逃，那可能就是末日将至的信号。白纸运动这一次值得我们多花1分钟，因为老实说，那是25年来崩溃论最接近成立的一刻。当时的画面确实惊人，上海乌鲁木齐中路上有人喊出了在中国几十年没有人敢喊的口号，全国几十所大学的学生举起白纸，这是清晰的政治诉求，不再只是经济不满。任何研究集权体制的人看到那个场面，心跳都会加速。然后呢？然后发生的事情才是真正值得研究的。2022年12月，中国突然全面解除清零政策，从封控到全开，中间几乎没有过渡。表面上看，这是抗疫成功了，人民赢了。可是政权没有动摇分毫，因为政权做的事情是把引发愤怒的那个政策直接拿掉，然后把发起抗议的那些人一个一个找出来，诉求被满足了，组织被拆解了，而政权本身毫发无伤。这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那个道理，压力是真的，愤怒是真的，但传导路径跟西方模型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在一个有选举的社会里，这种规模的民怨会转化成政权更替，在中国，它转化成了一次政策急转弯。2023年7月，季辛吉访问北京，习近平亲自接见，张家敦的解读是，这是绝望的表现。2025年5月，中国部分经济数据停止公布，他说中共已经走投无路。同年7月，他在一篇文章里分析，中国可能进入正式戒严，或者由军方非正式掌控国家的状态。
因为解放军可能是目前唯一还能把中国粘在一起的机构，习近平有可能被拉下台。同年9月，他再度表示，习近平可能已经失去对军队的掌控。2026年3月，伊朗危机升温，他警告中共，在其中扮演的间接角色可能迅速加剧美中紧张。2026年5月18日，他警告中共正在透过芬太尼、间谍和渗透破坏，对美国发动一场全面的超限战。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这份清单里时间点在不断后退，但结论从来没有变过。有一位台湾的评论者把这个手法讲得很透彻，他说张家墩真正的策略是把即将崩溃这4个字悄悄延伸成随时可能崩溃，前者是一个具体的时间点，会被验证，会被打脸，后者是一种永远悬而未决的状态，它不再需要对时间负责，因此也就永远不会错。而如果你以为只有他一个人这样，那就低估了这个现象的规模。事实上，张家墩不是第一个，他甚至不是第10个。中国崩溃论这个文类比那本书老得多。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西方几乎是一片共识，认为中国会走上东欧的老路。那几年，苏联解体，东德倒下，罗马尼亚的独裁者被处决，所有人都觉得共产阵营的骨牌已经在倒了，中国只是最后一章。结果1992年邓小平南巡，改革重新启动，中国进入了往后30年最猛的成长期。1997年2月，邓小平去世，当时大量的分析预测中国会陷入权力斗争甚至分裂，因为毛泽东死后就发生过一次。结果江泽民平稳接班，同一年香港回归，隔年中国在亚洲金融风暴中顶住了人民币不贬值的压力，还被国际社会称为区域的稳定器。1998年那一波，很多人也预测中国的国企改革会引爆社会动荡。那几年确实有几千万名国企工人下岗，这是真实发生过的巨大痛苦，但那个痛苦没有转化成政权危机，因为紧接着就是 WTO 和出口大爆发，这些人被新的工厂吸收了。所以你看，1989年、1997年、2001年、2011年、2015年、2022年、2026年，每一次的理由都不一样，但结论永远一样。这已经不是一个预测，而是一种文类。而这个文类最有名的一次高潮发生在2015年。2015年3月6日，一篇文章在《华尔街日报》上引爆了整个中国研究圈，标题叫做《中国即将崩溃》，作者不是张家墩，而是沈大伟。沈大伟是什么人？他是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中国政策研究计划主任，从1984年开始写了20本研究中国的专著，其中好几本被中国大陆翻译出版。1979年中美建交之后，他是第一批到中国的美国留学生，在南开、复旦学中文，在北大做博士研究。中国外交学院曾经把他列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中国问题专家第2名。他长期被归类为拥抱熊猫派，也就是对中国比较友善的那一派。就是这样一个人，在2015年写下了这句话：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最后阶段已经开始了。而且他在这个阶段里走得比很多人想象的还要远。他列了5个理由。第一，中国的财经精英正在准备走人。2014年胡润研究院的调查发现，中国有64%的百万和亿万富翁已经移民或计划移民。第二，加强控制舆论，打压异议人士和少数民族。第三，人心离散，官员在会议上高喊口号的行为只是一种表态仪式，没有人真的相信。第四，党政军的腐败无处不在。第五，中国经济存在严重问题，而且看不到出路。沈大伟还说了一句很聪明的话，他提醒大家，1991年之前就有西方专家预测苏联会解体，美国中央情报局根本不当一回事。东欧共产国家在倒台前2年也还在蔑视反共思想，所以看起来最稳固的时候，可能正是最接近崩塌的时候。这篇文章当时在中国引起的反应非常激烈，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立刻反击，说一个温和派美国学者也开始唱衰中国，证明我们对西方的防范绝不是可有可无的。而环球时报那篇评论里有一句话特别值得记下来，他说沈大伟变得像张家墩之流一样庸俗，靠给中国占卜来博取西方舆论的眼球。11年过去了，2026年
中共还在，但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对照组，我觉得比前面所有故事都更值得我们思考。卢比尼，这位在2008年金融海啸之前就被叫做末日博士的经济学家，他在2011年也警告过，中国面临硬着陆的几率不低。他的理由和大家差不多，债务失控、过度投资、基础建设脱离真实需求。他当时判断崩盘会发生在2013年之后，然后到了2015年，就在硬着陆这个共识达到最高点的时候，卢比尼重新检视了证据，然后改口了。他推翻了自己原本的崩溃剧本，改成颠簸着陆，也就是成长会放慢，但不会出现系统性崩溃。注意，他改的不是时间表，他改的是结论，因为证据变了，所以判断变了。而在光谱的另一端，还有一位地缘政治分析家泽伊汉。10几年来，他一直主张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体制面临结构性崩塌。他的2大支柱是人口和出口。人口老化会让劳动力萎缩，而过度依赖出口会让成长难以为继。平心而论，泽伊汉指出的挑战都是真的。中国确实在老化，出口市场确实愈来愈难做，可是他预测的那种崩塌一直没有发生。中国面对人口压力的回应是自动化，是把工业往价值链上游推，是用机器人和产业升级去替代消失的劳动力。而在他的书和访谈里，时间表一直在移动，结论却始终如一。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一个非常清楚的分叉。同样是聪明人，同样看到真实的问题，面对现实的反驳，卢比尼选择改变自己的想法，泽伊汉选择改变日期。前者叫做预测，后者叫做信仰。一位分析者在2026年6月写过一段话，我认为是这整个题目最精准的总结。他说，如果一个预测的误差来自资料不准，那么这些误差会散开，有些偏乐观，有些偏悲观，长期平均下来会趋近真实。可是中国崩溃论的误差不散开，它整齐地往同一个方向倾斜，而一个永远指向同一个方向的预测误差，透露的其实不是被观察的对象，而是观察者自己。那么为什么会倾斜？这个问题比崩溃本身有意思得多。有一个分析给了3个理由，而且这3个理由都不需要任何人说谎。第一个理由是，这个结论太好用了。对投资人来说，它提供了一个听起来像分析，其实是焦虑的理由，让你可以名正言顺地不碰中国资产。对政府来说，它提供了一种风险管理的说法，可以避免承认一个对等的竞争者已经出现。对媒体来说，它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故事，因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对手很复杂，很难讲，而一个正在崩溃的对手可以带来流量。而最关键的是，猜错的代价几乎是0。一个评论者可以错20年，仍然是各大节目抢着邀请的权威。没有人是刻意这样做的，这只是渴望对观看方式所产生的作用。你希望看到什么，你就会特别注意什么。第二个理由是，这个假设太老了。西方思想里有一个很深的传统，认为一个经济体不可能在缺少某些制度的情况下正常运作。这些制度包括独立的中央银行，能约束政府的法院，自由流通的资讯。如果你牢牢抱着这个假设，那么中国的成长看起来就像一个从未来偷来的把戏，迟早要还。这时候崩溃就不再是预测，而是一个逻辑推导出来的必然结果。这个假设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相信中国只会抄袭，不会发明。可是今天，中国企业在电动车、动力电池、再生能源这几个领域已经是领先者，而且名单还在变长。2025年，中国整车出口超过709万辆，连续3年是全球最大汽车出口国，其中新能源车出口突破261万辆，2026年前4个月又暴增50%以上。前提已经被现实侵蚀了，但假设还活着。第3个理由，我认为是最有技术含量的一点，模型是在别的地方造出来的，用来评估经济脆弱度的那一整套工具，是在国家扮演裁判的体系里学会怎么做事的。他盯着民间债务、杠杆、房地产估值，这些变数在中国当然也重要，但压力在中国的传导方式跟在西方不一样。恒大就是最清楚的例子。2021年恒大违约的时候，几乎所有人立刻把他跟雷曼兄弟相提并论。可是雷曼倒下的环境是一个由大量彼此独立的债权人组成的系统，一家倒，连锁反应立刻扩散。
中国的结构完全不同，国有银行加上政府主导的重整，改变了压力扩散的路径。结果是什么？结果不是没有危机，而是另一种危机。开发商确实违约了，房价确实跌了，成长确实放慢了，但很多分析师预期的那种连锁崩塌没有出现。模型指出的脆弱点是真的，他算错的是传导机制。讲到这里，我想带大家做一件很少有人做的事，我们把过去25年中国每一次被判死刑的时刻，还有他每一次是怎么活下来的，摊开来看一遍。因为只有看完这个，你才会明白为什么崩溃论总是差那么一点。第一次续命是2001年到2008年，当时的死刑判决是 WTO 会摧毁国企。实际发生的是，全世界的订单涌进中国，加上当时中国有一个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年轻劳动力群体，也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出口把所有问题都冲走了。第二次续命是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中国的出口订单在几个月内腰斩，沿海工厂成片关门，2000万农民工失业返乡，那是真正的生死关头。中国的回应是，同年11月宣布4兆人民币的刺激计划，加上银行放闸式的信贷扩张，把钱全部灌进基础建设，高铁、机场、高速公路、城市地铁，就是在那几年铺出来的。代价是地方政府债务从此失控，但政权活过来了。第三次续命是2015年到2018年，当时的死刑判决是3、4线城市的房子卖不掉，库存会压垮开发商和地方财政。中国的回应叫做棚户区改造货币化安置。简单讲，政府把旧城区的居民拆迁，过去是给你一间新房子，这次改成直接发现金，而这笔现金只能拿去买房，钱从国家开发银行出来，透过政策工具灌到地方，结果是3、4线城市房价暴涨，库存一扫而空，代价是把居民的储蓄变成了房贷，把泡沫从开发商转移到了家庭，这笔账今天正在还。第四次续命是2020年到2022年，疫情爆发，全世界都以为中国完了，结果全世界的工厂停工，只有中国的工厂在赚，于是口罩、家电、家具、笔电、脚踏车的订单全部涌向中国。2020年，中国成为全球唯一正成长的主要经济体。第五次续命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一次，房地产塌了，内需疲软，美国的关税墙筑起来了。中国的回应是所谓的新3样：电动车、锂电池、太阳能，加上把出口市场从美国转向东协、欧盟、拉美和非洲。2025年 1.19 兆美元的贸易顺差就是这一次续命的成绩单。你看出这个规律了吗？每一次崩溃论者指出的问题都是真的，每一次那个问题也确实痛，但每一次中国都用一种西方模型里不存在的手段，把压力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不是解决，是转移。从国企转到银行，从银行转到中央财政，从中央转到地方政府，从地方政府转到房地产，从房地产转到家庭储蓄，从家庭储蓄转到出口顺差。这就是为什么何清濂说的是溃而不崩，而不是崩溃，因为每一次转移都成功了，但每一次转移之后，能承接下一轮压力的口袋就少了一个。那么问题来了，这一次的压力最后要转移到哪里去？好，讲到这里，可能有人已经忍不住了，你们是不是在帮中国说话？不是，恰恰相反，接下来这一段才是这支影片真正想讲的部分。因为2026年的中国数据确实非常难看，难看到一个程度，让所有嘲笑过崩溃论的人都必须重新把它拿出来看一遍。先看人口，2026年1月19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2025年的数据，全年出生人口只有792万人，比2024年的954万人暴跌大约 17%， 出生率5.63%，是1949年以来的最低点。死亡人口1131万人，人口自然成长率是-2.41%，全国总人口降到14.489亿人，比前一年减少339万人，这是连续第4年下降，也是1960年大饥荒以来最大的年度降幅。旅美人口学者易富贤对这个数字的评语是792万，这个出生数已经倒退到清朝乾隆3年的水准，而乾隆3年中国的总人口只有1.5亿人，
他还说，乾隆3年的中国总人口和出生数都占全世界的1/3，现在中国总人口不到世界的16%，出生数只占全球的6%。再看年龄结构，60岁以上人口已经达到3.23亿人，占总人口的23%，而婚姻这个先行指标同样崩坏。2024年全国登记结婚只有610万对，比2023年的768万对暴跌1/5，是有记录以来最大的降幅。为什么年轻人不生？育蛙人口研究智库的调查给了一个很残忍的数字，在中国，把一个孩子养到高中毕业，平均成本大约53.8万人民币，相当于人均 GDP 的 6.3倍。同一个数字，美国是 4.11 倍，日本是 4.26 倍，在中国的城市，这个倍数还要更高。再看价格，摩根士丹利的预测是2026年中国的实质 GDP 成长大约 4.8%， 但名目成长只有 4.1%。 这中间的差距是什么？是通缩。 GDP 平减指数在2026年预计仍然是负的 0.7%， 要到2027年才有机会转正。一个经济体实质在成长，名目却在萎缩，这代表企业的营收在缩水，债务的实质负担在加重，这是日本失落30年最核心的病理。再看房地产，高盛的报告指出，中国房地产已经进入连续第5年的下滑，新屋开工和投资这些指标比巅峰时期下降了50%到80%。高盛的首席中国经济学家直说，目前市场还没有触底的迹象，全国房价可能要到2027年才会真正见底。再看地方债务，这是2008年那4兆刺激留下来的最大遗产。过去10几年，各地成立了大量的城市建设投资公司，用来绕过预算限制去借钱盖工程，这些债务不列在地方政府的正式账上，被称为隐性债务。2024年11月，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一个规模10兆人民币的化债方案，用比较便宜、比较长期的地方政府债券去置换那些高利率的隐性债务。注意这个动作的本质，它不是还债，它是换一张条件比较好的欠条，把还款期限往后推。这是我们前面讲的转移又一次发生了。而地方财政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过去是卖地。当房地产进入连续第5年下滑，卖地收入大幅萎缩，这个转移还能撑多久？就是2026年到2028年最值得盯的一件事。再看就业，青年失业率一度高到什么程度？高到官方直接停止公布这个数字。再看整体，世界银行在2026年7月7日发布的中国经济简报预测，2026年中国 GDP 成长会放缓到 4.4%， 2027年 4.3%， 2028年 4.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26年2月的报告里也警告，如果房地产收缩超出预期，叠加高债务，可能带来更弱的内需、更深的通缩压力，以及对出口的更大依赖。所以2026年的中国确实走在一条非常窄的路上。这些不是唱衰，这些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盛、摩根士丹利这些机构自己算出来的数字。但是在同一份账本的另一栏还有另外一组数字，同样是真的。2025年中国的贸易顺差达到 1.19 兆美元，这不只是中国自己的记录，这是人类经济史上第一次有国家的年度贸易顺差突破1兆美元，全年进出口总额突破45兆人民币，12月单月出口3578亿美元，创下当年新高。而且结构变了，2025年中美贸易总额大约占中国外贸总额的 8.8%。 从美国那边算，2025年前10个月，中国占美国进出口总额的 7.8%。 也就是说，不论从哪一边看，中美都已经不再是彼此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出口在关税墙下转向了东协、欧盟、拉美和非洲。2026年第一季，中国的 GDP 年增率是 5.0%， 比前一季的 4.5% 还高。世界银行自己的简报里承认，2026年中国经济开局稳健，高科技领域的投资和出口表现强劲，抵消了消费低迷的影响。所以我们现在同时握着2组都成立的事实，一组指向人口断崖、通缩、房地产5年不见底，青年失业高到不敢公布；另一组指向史上最大贸易顺差，全球最大汽车出口国第一季 5.0% 的成长。
这两组数字都是真的。而崩溃论的问题从来不是他捏造了第一组数字，而是他假装第二组不存在。反过来说，中国不可能失败这种说法犯的是完全对称的错误，他假装第一组不存在。那么有没有第三种答案？有，而且提出这个答案的人在华人世界的分量非常重，他是何清濂。1997年他写的《中国的陷阱》在中国国内、港台和国际社会造成轰动。2017年他和程小农合写了一本书，书名叫做《中国溃而不崩》。这本书的判断是这样的：中共政权在10到20年内不会崩溃，但中国社会将长期处于溃而不崩的状态。所谓溃，指的是社会溃败，包括生态环境、道德伦理、社会信任的全面败坏。所谓不崩，指的是政权本身还撑得住。他的理由是什么？他提出一个概念叫做共产党资本主义，也就是专制之下的权贵资本主义加上国家资本主义。在这个结构里，几乎所有的资本都掌握在红色权贵手中，而这些人都是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只有中共存活才能保障他们的财产、特权以至于人身安全。所以当人民追求民主的时候，这些既得利益者会坚定地支持一个独裁政府。值得注意的是，何清濂在这本书里特别点名了沈大伟，直接说他大错特错。一个流亡海外被中共全面封杀的中国学者站出来反驳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中国问题专家的崩溃论，这件事本身就很说明问题。他描述的那个结局可能是最令人不舒服的一种，因为它既不是崛起，也不是崩溃，而是一种慢烧。中共进入最后却漫长的疯狂，而人民长时间活在黑暗之中。这个过程是中共透支中国未来以维持自身存在的过程，也是中国日渐衰败的过程，更是中国不断向外部，尤其是向港台扩散负面影响力的过程。如果你是台湾人，这个判断比崩溃论可怕得多，因为崩溃论给你一个结束的日期，而溃而不崩告诉你没有结束的日期。好，现在我们回到2026年，回到这支影片开头那个问题。2026年发生了一件事，让张家墩这个名字重新回到新闻版面，而这一次打他脸的不是中国，是美国总统。2026年4月，川普接受福斯新闻专访的时候，直接说张家墩的观点是胡说八道。他的原话是：我听了这个张家墩的说法，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3个月后，2026年7月6日，川普在白宫又说了一次，他说：我看到张家墩今天在节目上，他总是那么消极，他总是搞得像天要塌下来一样，这不是真的，不是真的。3个月之内，美国总统2度公开点名批评一位中国问题评论者，这在美国政坛是很罕见的事。而这件事的背景也很重要。2026年5月12日到15日，川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行程包括天坛和国宴，连被中国制裁过的国务卿卢比欧都一起去了北京。你看出来了吗？改变的不是张家墩，改变的是这个世界看中国的方式。一位台湾评论者是这样总结的：这场看似个人之间的争执，实际上是一种叙事更替的缩影。从中国即将崩溃到中国可以交易，从预言政治到交易政治，改变的不是中国本身，而是观看中国的方式。而当观看方式改变的时候，那些曾经被奉为圭臬的声音就会在一夕之间变成总统口中的一句胡说八道。川普是一个典型的交易型领导人，在他眼里，政治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利益交换。所以他不喜欢张家墩，不只是因为那种末日感的叙事脱离现实，更因为这种论述执着于一些意识形态的小打小闹，而忽略了真正涉及跨国资本和产业链重组的实际交易。那么这一切跟台湾有什么关系？关系很大。张家墩在台湾的能见度一直非常高。2003年他访台，进入总统府会见了当时的副总统吕秀莲。2024年总统大选之前，他公开表态支持特定候选人。而就在2026年7月21日，他还在美国国会举行的一场论坛上，和台大荣休教授明居正、前陆军官校副校长于宗基、退役美国空军准将史达伟同台。有意思的是，那场论坛传达出来的讯息比崩溃论细致得多。与会者的共识大致是这样：虽然军机扰台不断，但中共对武力攻台其实还没有准备好，习近平也不敢把军事大权交出去。
但是中共早就已经发动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没有硝烟的战争，这句话我认为比中共明年会垮或者中共明年会打有用100倍，因为它描述的是一个正在发生的持续的状态，而不是一个等待兑现的日期。它不需要你等，它要求你现在就做事。与会者提到的重点是民防和公众准备，是教育要让民众理解威胁的本质，是抵抗政治作战和假讯息，这些都是今天就能做也必须今天做的事。我要说清楚，这里不是要评价任何人的政治立场，真正的问题不是他站哪一边，而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有一位地缘政治学者写过一篇文章，标题叫做《台湾如何失去川普》。文章的核心论点是，台湾长期以来习惯把那些已经离开川普团队的前幕僚奉为上宾，甚至花大钱请来台湾演讲，借此营造美国毫无保留支持台湾的印象。可是这些人本身已经和现任的美国决策圈脱钩了。这句话值得我们每个人记住。台湾一直在用一张过期的地图导航一片已经改变地形的战略现实。这不是意识形态问题，这是方法论问题。一个国家的战略判断最终必须建立在对自身利益的理解上，而不是建立在对某个外部阵营的二手诠释上。如果你相信中国明天就会垮，你会做出一套决策；如果你相信中国不可能失败，你会做出另一套决策。而这2套决策，只要地图画错了，付出代价的都是我们自己。我们把这2种错误具体摊开来看。如果你采信崩溃论，你会倾向于认为时间站在我们这边，只要撑住，对面自己会垮。你会低估对方在经济下行时期反而可能升高的对外冒险倾向，因为历史上很多政权在内部困难的时候选择的不是收缩，而是向外寻找合法性。你也会低估对方的技术实力，觉得那些都是抄来的，撑不久，然后在某一天发现对方的无人机、造船和飞弹产能已经是另一个量级。反过来，如果你采信中国不可能失败，你会倾向于认为抵抗没有意义，早点谈比较划算。你会忽略那个人口断崖是真的，忽略那个通缩是真的，忽略对方也有时间压力，也有自己的死线。而一个有时间压力的对手，在谈判桌上其实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有筹码。2种错误，方向相反，但结构完全一样，都是先有结论，再找证据。真正困难的位置是同时承认2件事，对面既没有那么强，也没有那么弱，它有真实的正在恶化的结构性问题，同时也有真实的还在增强的产业能力。这个位置不舒服，因为它不能给你安全感，也不能给你愤怒，它只能给你一张比较准的地图。那么如果崩溃论和不可能失败论都不可靠，我们到底该看什么？这里有一个我认为非常聪明的建议。过去25年，所有的崩溃预测者都在盯着同样的地方：上海的股市、深圳的楼价、北京的外汇存底、恒大的债券。可是有一个观点指出，中国真正的新中产阶级主要不是在上海或深圳形成的，而是在内陆城市成都、合肥、西安、郑州。这些地方的收入成长来自产业扩张和基础建设投资，而不是来自沿海房地产的投机获利。所以如果真正的系统性衰退要来，它会先出现在那里，出现在那些内陆中产家庭的收入数字上，出现在他们的消费模式改变上。如果那些指标开始出现持续性的萎缩，那么崩溃论就终于拥有了它25年来一直缺少的那个东西，一个真实的传导机制。而如果那些指标依然有韧性，那么分析者可能又得回头重新检查自己的假设了。看内陆，不要只看沿海；看家庭收入，不要只看股市指数。这可能是这25年的闹剧留给我们最有用的一个提醒。好，我们来做最后的结算。张家墩错了吗？在时间上，他错得非常彻底。5年错了，10年错了，2011年错了，2012年错了，6个月错了，2016到2017年错了，前后25年没有一次对过。那他有没有说对什么？有，而且这一点必须诚实的承认。他指出的那些问题，国企效率低落、银行坏账、人口危机、房地产泡沫、地方债务，没有一项是他捏造的。这些压力全部真实存在，而且今天比2001年更严重。沈大为指出的资本外逃和精英移民也是真的，他们不是在发明问题，他们是在指认真实的压力。
他们判断错的从来不是压力的存在，而是压力会怎么传导。所以有一句话，我认为是这整个题目最公道的结论，也是我想留给大家的一句话。用即将这2个字来形容中国的处境，错了25年，但用脆弱这2个字来形容中国的处境，一次也没有错过。即将崩溃是一个预测，它会被时间验证，然后被时间否定。脆弱是一个状态描述，它不需要日期，因为它每一天都成立。前者让你等待一个永远不会到来的日子，后者让你看清楚一个正在缓慢改变的现实。最后，我想聊一件跟中国无关的事。这25年里，真正值得研究的其实不是张家墩，而是我们。为什么我们这么想听崩溃论？为什么一本断言中国5年内完蛋的书能在台湾卖到超过1995闰8月？为什么一个错了25年的人今天还有节目抢着访问他？因为那个结论太舒服了，它让复杂的东西变简单，让不确定的东西有了期限，让我们对一个庞大邻居的焦虑找到一个可以安放的出口。它告诉我们，你不用真的去理解对面那个世界怎么运作，你只要等就好了。可是等待从来不是策略。25年过去了，等待的代价是我们失去了25年真正认识对手的时间。当现实不照着地图走的时候，有纪律的做法是回头检查地图，而不是怀疑现实。可是绝大多数人的反射动作是后者，说资料是假的，说成长是空的，说总有一天会算总账。所以2026这一次会不会不一样？我的答案是，人口792万这个数字是真的不一样，连续第4年的人口负成长是真的不一样， GDP 平减指数连续为负是真的不一样。这些是2001年、2011年、2015年都不存在的东西。但是不一样不等于崩溃，它可能意味着一个更长、更慢、更磨人的过程。就像何清莲说的那样，溃而不崩。人口的问题有一个特点，它非常慢，但它不可逆。今年少生的那160万个孩子，20年后就是少了160万个劳动力，40年后就是少了160万个纳税人。你没有办法在明年把他们补回来。所以人口这条线跟过去所有那些可以靠政策转移的压力都不一样，它是唯一一个政府没有办法用行政手段搬到别的口袋去的东西。这也是为什么如果2026年真的有什么不一样，我认为就是这一点，不是因为它会让中国明天垮掉，而是因为它第一次让那个转移压力的游戏出现了一个无处可转的项目。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一句，中国从2022年开始人口负成长，到今天已经4年了。日本从1990年代开始老化，到今天30多年了，2个社会都没有崩溃。人口危机的时间尺度是以10年为单位的，不是以年为单位的。任何告诉你人口数字代表明年会出事的人，他在卖的还是同一种东西。而在这整个过程里，最危险的其实不是误判中国什么时候垮，而是我们把自己的判断力外包给了一个永远不必为错误负责的人。你想想看，过去25年有多少台湾人的两岸判断是建立在别人替我们写好的剧本上？我们读他们翻译过来的书，看他们上节目的片段，听他们告诉我们对面还剩几年，而他们错了25年，却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付出代价的是谁？是照着那张地图走了25年的我们。所以我想用一个问题来结束今天。如果明天有人告诉你中国2年内一定会垮，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是松一口气，还是问一句，你上一次这样说是什么时候？那一次结果怎么样？这2个反应之间的差距，可能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最需要补上的那一刻。30年的预言今天结算完毕，而下一个30年，我们最好开始学会自己看地图。6月25日晚上，英国汉普郡的一间书房，头发花白的男人坐进镜头里，背后一整排书，桌上一杯早就凉掉的茶。他叫克雷格·汉密尔顿·帕克，英国媒体给他的外号是辛诺斯特拉达姆斯。这一晚他开了一场直播，镜头前的他语速不快，神情甚至有点轻松，像在聊周末的天气，但聊天室的卷动速度泄露了气氛。留言一排一排往上冲，问伊朗，问油价，问中国，问还会不会更糟。没有暖场，没有铺陈，按下开始直接摊牌。下半年他手上还有一叠没翻开的牌，
网络流传的整理版本把这叠牌数成10条，荷默兹海峡会再度起火，英国政坛会换人，欧洲会被热浪与野火吞掉一角，中国经济会失速，香港会再起动荡，还有最耸动的一句，会有4个城市宣布独立。直播结束之后，事情才真正开始。这场直播被剪成几十秒的短影音，配上耸动的字卡，翻译成繁体字幕，顺着演算法一路推进台湾的手机荧幕。有人嗤之以鼻，有人半信半疑，也有人把10条抄下来，一条一条等着看。这就是预言在2026年的传播方式。原文在英国的官网上，回音在台湾的深夜荧幕里。在台湾，预言影片的留言区永远是同一种风景，一半的人说又来了，一半的人说这次不一样，而不管站哪一边，几个月后所有人都会回来看结果。然后13天之后，7月8日，荷默兹海峡的临时停火破局，伊朗对多艘商船发动攻击，油轮再度成为靶子，美军随后展开报复。第1条就这样对上了。如果你只看短影音，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预言家神了，赞数起飞，字卡打上，应验2个大字。但如果你愿意多看13天的新闻，故事会复杂得多，而复杂的版本永远比神话的版本值得看。更何况这10条里不只有荷默兹，有的条目正在应验的边缘，有的条目被事实正面打了脸，有的条目我们翻遍了它的官网和外电报道，连一句对得上的原文都找不到。10条预言，3种命运，这就是接下来要摊开的东西。先别急着下结论，这支影片只做一件事，把流传的10条摊开在桌上，一条一条对照7月以来查得到的真实事件，哪一条对上了，哪一条对不上，哪一条连原文都查不到，全部讲清楚。预言是预言者的说法，新闻是查得到的事实，这2本账从头到尾分开记，这是这个频道的规矩，也是看预言唯一不会被带着走的方法。话说在前头，这不是华人世界第一次为预言睁大眼睛。从诺斯特拉达姆斯的4行诗，到每年年初准时刷屏的各路年度预言，这个文类存在了几百年，套路从来没有变过。模糊的措辞，巨大的灾难，以及事后才被指认出来的命中，变得只有载体。从手抄本变成印刷品，再变成30秒的短影音，载体越快，查证越少。所以这个频道的做法反助来，传得越快的越要慢下来查。也先把2026年上半年的世界快转一遍，因为这10条预言全都长在这个背景上。2月，美以空袭伊朗，波斯湾开战。3月，荷默兹封锁，油价冲破$100。4月，上万人被困海上。5月，护航与谈判拉锯。6月，备忘录签了又裂。同一时间，欧洲在破纪录的高温里挣扎，英国政坛在丑闻里失血，中国经济在房市的泥沼里减速。这是半年份的新闻头条，也是预言者手上最好的原料。世界越乱，预言越旺。先认识这个人，克雷格·汉密尔顿·帕克，英国灵媒，和妻子经营通灵事业数10年，写书、开课、上节目，每年年底固定发布隔年的世界预言，贴在自己的官网，也放上影音频道。新诺斯特拉达姆斯这个称号不是自封的，是英国小报一篇一篇捧出来的。他的预言范围极广，从王室、选举、天灾到战争，每年一长串，几10条起跳。他的妻子同样是职业灵媒，2人一起上过英国电视，开设通灵课程，出版一本又一本的书。官网上预言、课程、著作一字排开，是一门经营完整的家族事业。这一点不是嘲讽，是必要的背景资讯。预言同时也是生意，理解这一层，才能理解预言为什么永远往耸动的方向写。平淡的预言没有流量，也卖不动书。每年12月，他的年度预言固定成为英文小报的固定节目，隔年年初再被翻译成各种语言，流进华文世界的命理节目与短影音。一条预言的生命周期往往比他预测的事件还长。先把他的方法讲明白，因为方法决定了怎么给他打分数。每年几10条预言像散弹一样打出去，年底回收的时候，
中的那几发被媒体放大，没中的那一大片被安静的遗忘。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是整个预言行业的结构。所以查证式的看法从来不是问他中了几条，而是问哪些条目写得够具体，发布时间查得到，事后对得上，只有这种才算数。所以这支影片对每一条都会问3个问题：原文在哪里？发布时间在哪里？对应的事实在哪里？3题都答得出来才进得了对账桌，答不出来的会被直接标明答不出来。丑话说在前面，接下来的10条里有几条的结果会让两边的人都不舒服，深信的人会看到挂零，嘲笑的人会看到咬合。这正是查证的价值，它不服务立场，只服务账本。还有一个提醒，以下每一条的预言转述都保持预言者说法的框架。他说，流传版本说，官网写过，这不是修辞上的闪躲，是准确的要求。因为我们真正能证明的，只有他说过什么和世界发生了什么。至于两者之间有没有神秘的因果，这个频道不替任何人下结论。用这把尺量，他的记录得成实际，被支持者挂在嘴边的命中。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之前，他说会脱，多数专家不信，结果真的脱了。同一年，他说川普会入主白宫，民调全面看衰，结果川普赢了。这2亿发布时间都查得到，写在投票之前是他封号的由来，但失准的也一样多。2020年，他看好川普连任，结果没有。他多次预告过的加州大地震到今天没有来，他点名过的富士山喷发也没有来。中有不中，摊开来看，这才是预言者的真实成绩单，也是看待接下来这10条该有的底色。多说一句，这种中有不中不是帕克独有的缺陷，是所有预言者共同的统计宿命。一年开出几十枪，总有几发落在靶上，把落靶的那几发放大100倍就是头条。真正稀有的是那种写明时间、写明对象、事前存证、事后应验的预言，整个行业一年出不了几条。这也是为什么接下来的10条里会反复出现时间戳3个字。今年3月，他的声量突然暴涨，多家英国媒体报道，他在年度预言里写过，伊朗的核设施会遭到攻击，伊朗的最高权力会走到尽头。而2月28日，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打击清单上正是军事设施、核设施与领导阶层。末日先知的预言成真，英国媒体的标题就是这样下的。这是查得到发布时间差的一笔，年度预言写在前，空袭发生在后，抵赖不掉，也否认不了。那一波报道同时记下了另外几句话，他预言的不只是设施遇袭，还包括伊朗最高权力的终局，以及8月一场笼罩日本的灾难性气体云。这些条目当时都被写进了英文新闻，等于替他的底牌盖上了时间戳。记住这个细节，后面对账会用到。有时间戳的预言才有资格谈应验，没有时间戳的连进场资格都没有。他顺势加码，警告世人下半年还有更多。然后就是6月25日这场直播，时机点值得注意。6月17日，备忘录刚签，世界以为战争结束了。6月20日，伊朗放话恢复封锁。6月25日，他选在这个消息的夹缝里开直播。对预言者来说，这是声量最高的进场点。旧预言刚被媒体认证，新预言立刻上桌。你可以说这是灵感的时机，也可以说这是生意的时机，2种解释都成立。这里必须先讲清楚一件事，这场直播的完整官方逐字稿查不到，网络上流传的下半年10条是把他官网的文章、直播的片段，再加上一层一层的转述整理出来的版本。哪一条查得到他写下的原文，哪一条只存在于流传版本，接下来每一条都会标明。这是天文台日历式的做法，查得到的就摊出来，查不到的就老实说查不到。另外要说明，帕克的预言原文是英文，以下所有转述都经过翻译，翻译本身就是一次转述，所以每一条的措辞都以大意如此看待，不逐字抠字眼，但涉及关键名词、城市、独立、骚乱，我们会回头比对查得到的英文原文。现在开牌。第一条，荷默兹海峡，流传版本里
他的说法是，停火撑不过这个夏天，海峡会再度封锁，商船会再被攻击，能源市场会再抖一次。事实这一边，时间线要从头铺。2月28日，美以空袭伊朗，伊朗随即宣布封锁荷默兹海峡。这条水道平时吞吐全球约 25% 的海运石油， 20% 的液化天然气，是世界能源的咽喉。这里补一堂30秒的地理课。海峡最窄处只有30多公里，一边是伊朗，一边是阿曼。波斯湾所有的油轮都必须从这里进出，没有第二条水路。所以封锁荷默兹从来不是伊朗和美国两家的事，是全世界的事。3月1日，2艘油轮遇袭，多名船员丧生。3月2日，伊朗革命卫队正式确认封锁，威胁任何通过的船只。3月8日，布兰特原油4年来首度冲破$100，之后最高见到$126。3月11日，一艘泰国籍货轮中弹起火，3名船员罹难。3月27日，革命卫队进一步宣布，禁止任何往返美国、以色列及其盟友港口的船只通行，只放行中国、俄罗斯、印度、伊拉克、巴基斯坦等少数国家的船。这一手挑得很精，封锁变成筛选，世界航运被切成两半。3月上旬还有一段插曲，一艘拖船遭飞弹击中沉没，船员至今下落不明。攻击不分军民，不看船籍，商船船员成了这场对峙里最没有选择的一群人。接下来是僵持。4月21日，估计有2万名船员，2000艘船被困在波斯湾里，船东绕道好望角，一趟航程多出10几天，运费飙升，保险费翻倍，货柜轮与油轮接连被扣押。2万名船员就是2万个回不了家的人，卡在一条打仗的海峡里。4月13日，川普宣布美国海军反过来封锁伊朗港口，以封锁对封锁，2个多星期后才解除。波斯湾一度出现双重封锁的荒谬场面，里面的船出不去，外面的船进不来。5月4日，川普启动护航行动，派军舰护送商船进出。5月6日，他宣布暂停护航，理由是谈判大有进展。到了6月，局势看似真的要收尾。6月17日，川普与伊朗总统裴泽斯基安签署备忘录，宣布结束战争与封锁，油价回落，全世界松了一口气。新闻的语气已经开始用过去式谈这场危机，市场也信了，油价回落，航商开始盘算重返波斯湾的时程，保险公司重新计算风险费率，整个世界都准备把这一页翻过去。3天后，6月20日，伊朗指控以色列违反协议，宣称恢复封锁。再过5天，6月25日，帕克开直播说停火撑不过夏天。又过了13天，7月8日，临时停火正式破局，伊朗攻击多艘商船。7月中旬，美军对海峡附近的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报复性打击。这场危机开打至今，已有17名船员丧生，海峡重回火线，而夏天才过了一半。这条海峡离台湾8000公里，但它从来不远。每一次油价跳动，最后都会走进台湾的加油站，电费单和货架标价，地球另一端的战火与我们的日常之间，这是最直接的一条线。所以第一条不只是预言爱好者的谈资，它是所有人的钱包问题。台湾的能源绝大部分靠进口，油轮走的正是这一类咽喉水道。国际油价每一次抽动，都会沿着供应链往下传到加油站的价格牌，传到下个月的电费单，传到进口原物料的报价单。预言可以不信，油价不能不看，账要记两面，日期确实咬合。6月25日说撑不过夏天，7月8日破局，前后只有13天，但也要平衡一句。6月20日，伊朗已经放话恢复封锁，风险当时就摆在台面上，各国航运公司根本没敢把船开回去。6月25日说停火会破，是预言还是新闻判读？2种读法都成立，这是查证式看预言的第一课。咬合的日期不等于超自然的势力，不过也把另一面讲完。6月17日备忘录刚签的时候，主流的乐观情绪是真实存在的，油价回落就是证据。在那个当下公开说撑不过夏天，等于跟市场的多数意见对坐，结果他对了，市场错了。就算你把它归类为大胆的新闻判读，
也得承认，这个判读下的比很多专业分析师都狠。这是第一条无法被一笔勾销的部分。把镜头拉回此刻，7月下旬的何莫兹处于一种低烈度的循环，零星攻击、定点报复、谈判传闻，三者轮流上新闻。海峡没有全面重燃，也没有真正安静。第一条的后半句，海峡会再度封锁，严格来说仍在进行式，夏天还剩1个多月，这条账要到9月才能真正关账。第二条，伊朗的最高层，他的年度预言里写过，伊朗最高领袖的权力会走到终点，政权会有内部巨变。事实对照，核设施遭攻击，领导阶层被列入打击清单。这半句在2月28日之后成了国际新闻，但最关键的那半句，最高领袖哈米尼的个人命运，到今天没有任何可查证的公开消息能对上。德黑兰的权力结构有没有在台面下松动，外界看不见，也无从查证。哈米尼年事已高，接班问题本来就是伊朗政治最大的悬念，这也让权力走到终点。这种措辞显得聪明，它可以是政变，可以是病榻，可以是任何形式的交接，怎么发生都能算中。这一条怎么验，只能等3种讯号：官方讣告、权力交接的公开仪式，或者外媒拿到的确切消息。三者都没有出现之前，它就是半条外围对上，核心悬空。下半年它继续挂在桌上，对照历史，这种政权终局型的预言是所有预言里最常见也最常落空的一类。过去几十年，各路预言家宣告过的政权倒台，多到可以编一本落空年鉴。查证式的态度不是说它一定不会发生，而是在讣告见报之前，它的分数是0，不是 0.5。 第三条，英国政坛流传版本里，他说英国今年还会再换一次首相，而且过程难看。事实这一边变化来得比预言还快，时间得倒回年初。1月上旬，斯塔默公开放话，说今年若把他赶下台，会让英国陷入混乱。这句话本身就说明他的位子已经在晃。2月，亲信幕僚长因曼德尔森丑闻请辞，爱普斯坦案的余波一路烧进唐宁街，撑到6月下旬，斯塔默在党内叛变声浪中宣布辞职。距离他带领工党大胜，风光入主唐宁街还不到2年。2024年7月，工党才刚拿下压倒性胜利，媒体形容那是一个时代的开始。不到2年，同一批头条作者已经在替他写政治讣文。7月9日，党魁改选程序正式启动，预计在国会夏季休会前选出新领袖。把镜头拉远，这件事有多离谱就看得更清楚。从卡麦隆离开算起，梅伊、强森、特拉斯、苏纳克、斯塔默一路数下来，即将就位的新首相会是英国10年内的第7位。一个老牌民主国家，首相换得比手机还勤，这是英国政治自己写出来的黑色幽默，不需要任何灵媒加持。对照组摆在旁边会更清楚。预言者说英国会换首相的同一时间，博彩公司、政治记者、工党的后座议员全都在讲同一件事。当一个预言和整个舆论场的预期完全重叠，它作为预言的意义就被稀释光了。但正因为如此，这一条的账要记得更严格。第一，6月25日直播的时候，斯塔默已经宣布辞职了，摊牌时事件已经发生，这不叫预言，叫跟播。第二，流传说法指他在年初的年度预言就写过英国政局会在震荡，这个说法查得到相近的条目，但措辞笼统。第三，英国10年换7个首相，说还会再换，命中率本来就不低，3点加起来字面对上了，含金量请自行斟酌。至于接下来谁接任，走什么路线，会不会提前大选，流传版本里帕克没有给出可查证的细节，这很正常。预言在最需要细节的地方通常最安静，而英国这场戏的下一幕反而是新闻可以预告的。候选人表态，党内拉票、辩论、投票，每一步都有时程表。等新首相站上唐宁街的讲台，我们就会知道第3条的最终写法，以及帕克会不会把这一条收进他明年的命中集锦。第4条，欧洲热浪，他的说法流传版本是欧洲今年夏天会被极端高温与野火反复袭击，
会有人死于高温。事实这一边，数字惊人。2026年6月，西欧写下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平均温度 20.74 度，比1991年到2020年的基期高出 3.06 度，打破2025年才刚创下的记录。放眼全球，这是史上第2热的6月，连海洋表面温度都在破纪录。6月21日，葡萄牙皮尼扬和西班牙安杜哈尔同日测到 42.7 度，是这波热浪的最高读数。英国更夸张，测到约38度，打破1976年南安普敦 35.6 度的尘封纪录，写下英国有史以来最热的6月天。各国通报热伤害与热死亡，公卫系统拉警报。进入7月，热浪没有收手，法国与伊比利半岛陆续烧出毁灭性的野火，浓烟压进城市，居民成批撤离，消防员在40度上下的空气里连续作业。这些画面7月的新闻里几乎天天都有。对上了吗？字面上全对上了，一个字都不差，但这一条的含金量必须打折，而且要打得很重。欧洲热浪年年有人预言，年年应验，因为它已经是气候变迁下的常态。气候科学家不用水晶球，用数据模型就能在每年春天告诉你同一件事，而且讲得更准、更具体。负误差范围，预言圈把这种条目放进清单，稳赚不赔。记账对上，但几乎无法不对上，真正的资讯量是0。这里有一个分辨诀窍，以后看任何预言清单都用得上。把每一条拿去问一个不看预言的专家，如果专家耸耸肩说这本来就会发生，那条就该归类为背景值，不是预知。热浪属于这一类，下一次看到今年夏天很热出现在预言清单里，你可以直接跳过。顺带补一句科学这边的说法，欧洲是全球升温最快的大陆之一，气候监测机构的归因研究一再指出，极端热浪的频率与强度都在上升。换句话说，更热的夏天不是预言，是趋势线的延伸。真正需要预知能力的是说出哪一州、哪一座城市几度，而这种精度预言从来不给。第5条，中国经济，这一条查得到原文，他官网关于中国的文章写过一句话，世界会停止购买中国货，中国经济会因此陷入困境，经济的痛会逼出政治的变。事实这一边，7月15日前后，北京公布第2季经济数据， GDP 年增 4.3%， 低于官方预期的 4.5%， 是2022年底以来最慢的一季，也是疫情之后第一次明确偏离目标。房地产投资上半年下滑 18%， 内需疲弱，就业市场低迷，消费者不敢花钱，荷默兹的战火推高油价，又从进口成本这一端补了一刀，经济转弱，这半句对上了，而且是官方数据盖章的对上。更值得玩味的是时间点，对一个把数字管理的极其严格的体制来说，让偏离目标这件事直接见报，本身就是一种讯息，压力大到盖不住了。但另外半句被同一份数据正面打脸，世界停止购买中国货，恰恰相反。6月出口年增 27%， 远超预期，上半年出口成长 17.6%， 半导体与电脑零组件卖到翻。世界不但没有停止买中国货，还买得更凶，撑住中国经济的恰恰就是出口。出口为什么逆势暴冲？分析普遍给的解释很直白，抢单。在关税与地缘风险的阴影下，海外买家赶在情势更糟之前提前下单囤库存。也就是说，连这个反出来的数字都跟预言剧本里的逻辑不同，不是世界不买了，是世界怕买不到。所以这一条的成绩单很微妙，方向对一半，机制完全错。经济确实在痛，但痛的原因是房市和内需，不是外面不买。诚实记账就是连预言的为什么也要一起对，只对结果不对原因，那是后见之明的算法，不是查证的算法。讲到这里，前5条先盘点一下：1条日期咬合，1条半对，1条跟播，1条稳赚不赔，1条对半错半。你会发现一个规律，越靠近新闻的条目成绩越好看，因为它们本来就长在新闻的延长线上。接下来的后5条离新闻越来越远，成绩单的颜色也会开始改变。第6条，香港，原文查得到，它官网的中国预言里
白纸黑字写过，香港与蒙古会爆发骚乱，并把它跟环境灾难、经济恶化绑在一起讲。事实这边翻遍7月以来的公开报道，香港没有出现任何对应规模的事件，街头平静。新闻里的香港是经济版的香港，金融版的香港，不是社会版的香港。这一条目前挂零。附带一提，他的支持者过去把2014年的香港街头运动算进他的命中记录，那是支持者的算法。同一句香港会有骚乱挂在官网很多年，哪一年香港街头有事，哪一年就被翻出来说应验。2014年可以用，2019年也可以用，同一句话吃10年。这种没有期限的长效条目是预言行业最好用的库存，它不会过期，随时可以兑现，永远不算失败。查证式的技法只有一种，看今年下半年，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吃存量，只认增量。顺带把门槛立清楚，免得下半年各说各话，零星冲突，网络上的不满情绪构不成预言里的骚乱。要对上这一条，至少得是连续多日登上国际头条的大规模事件，门槛先立好，年底对账才有标准。到今天为止，这一条是零。还有一个角度值得记下来，预言里的香港永远停在街头冲突的画面，但2026年新闻里的香港主战场在资金、楼市与人口的流动，故事早就换了章节。预言没有跟上事实的节奏，还在用10年前的剧本讲一座已经翻页的城市。这种时代错位本身就是对预言更新速度最好的检验。第7条就是标题上那一条，4个城市宣布独立，这是流传版本里最耸动，被剪成短影音转发最多的一条。中国会有4个城市相继宣布独立，北京鞭长莫及，版图从内部裂开，字卡够大，配乐够重，转发够快。在部分流传版本里，它甚至被加上了具体的城市名单，而每一个转发版本的名单还不一样，这本身就是警讯。如果原文真的点明了城市，名单不会漂移。讲到这里，必须把查证结果原本放上桌。我们翻了他官网关于中国的文章，找得到的原文是这几句：西藏会独立，会把自己宣告成一座精神国家公园。中国最终会走向一种以孙中山理念为基础的新型民主。习近平会在政权面临倾覆时同意重大改革。香港有骚乱，蒙古有骚乱，隐性可能在台湾周边的海上。就这些，4个城市宣布独立，这个说法在查得到的原文里找不到，它只存在于转述与流传版本，出处断在半路。这一条要记在另一本账上，查无原文。这个数字是怎么长出来的？有一个合理的推测，它的原文刚好点明了4个地方：西藏、香港、蒙古、台湾周边。4个地区经过几轮转述与翻译，可能被压缩成了4个城市。骚乱与独立之间的距离也在一次次转发中被悄悄抹掉。这只是推测，流传的每一步已经无法还原。但可以确定的是，现在刷屏的那句话和查得到的原文不是同一句话。所以如果你是在短影音上第一次看到4个城市独立这几个字，请记得他走过的路：英文原文、英文转述、中文翻译、字卡压缩，每一站都加了一点料。查证的终点不是判断预言真假，是把加的料一层一层剥掉，看看最里面剩下什么。这一条剥到最后，剩下的是西藏，是骚乱，是遥远的愿景，唯独没有4个城市。这里藏着预言流传学的一条老规律：转述永远比原文大声。原文说西藏，流传变成4个城市；原文说骚乱，流传变成独立；原文的长期愿景，流传变成下半年的时间表。每经过一次转述，就加重一次口味，因为只有更耸动的版本才能抢到下一轮流量。所以这一条的对账结果不是还没应验，而是不确定他说过。这两者的差别是整支影片最想留下的一句话。第8条，台湾周边，原文查得到，而且对台湾观众来说，这一条最扎眼。他写过，中国的巨变引信会是台湾周边海域的一次事件，一场冲突或意外点燃连锁反应。事实这一边，7月以来，
台海周边没有出现能对应引信等级的事件。军机军舰的日常动态一直都有，但那是这几年的常态背景值，不是预言里那种引爆点。这一条没有时间表，没有细节，没有坐标，只有一个方向。查证式的讲法是，无限期的预言永远不会错，也永远还没对，它会一直挂在那里，挂到有一天新闻出现为止。台湾的国防部每天公布周边海空域的动态，这些是公开资料，任何人都查得到。1996年的台海危机，这座岛也不是没有经历过。真正的风险感知，靠的是公开资讯和自己的准备，不是零式。如果哪一天真的出现引信等级的事件，最先告诉你的不会是预言频道，会是新闻快讯和手机上的警报声。住在这座岛上的我们，听这一条的心情比谁都复杂。他讲的不是远方的海峡，是家门口的海，但也正因为如此，更要把账记冷静。目前零对应，恐惧不需要预言来背书，防备也不需要灵媒来提醒。心情归心情，账本归账本。也提醒一件事，把台海写进预言清单是全球预言圈这几年的标准动作，因为它天天在国际新闻上，这不是洞见，是题库。真正的差别在于谁敢写日期，而到目前为止，包括帕克在内，没有人敢。第9条，日本。今年3月，英国媒体报道过，他预言8月会有一场灾难性的气体云笼罩日本。这一条的特别之处是，它有月份，有月份就有到期日。现在是7月下旬，这一条还没到期。8月31日之前，它要么应验，要么出局，没有第三条路，没有模糊空间。值得多记一笔的是，它跟日本的旧账富士山喷发，它预告过不止一次，一次都没有发生。这次的气体云措辞比火山模糊，可以是火山气体，可以是工业事故，解释空间留得很宽。但另一边，日本气象厅全年监测全国的活火山，气体异常会及时通报，工业事故则有官方调查程序。也就是说，如果8月真的出现气体云，它会被仪器记录，被官方确认，被媒体报道，不需要任何人脑补。这也是我们愿意把它排进观察顺位第1名的原因。它是整份清单里唯一一条验证过程完全不需要解释空间的预言。但月份锁死了，这是整份清单里最干脆的一条，也是下半年第一个能明确验证的定时预言。有期限的条目才是检验预言者最公平的考题。换句话说，8月会是帕克今年的期中考，考卷已经印好，日期已经写死，全世界的预言爱好者都在监考。这种局面对预言者来说既是最大的风险，也是最大的舞台。赌中一次，声量翻倍；落空一次，就再添一笔富士山式的旧账。第10条，美国。流传版本里，他警告全球冲突会延烧进美国政治，川普的权力会在动荡中更集中，期中选举前后会有大风波。事实这边能查证的只有一个硬日期，2026年11月3日，美国期中选举，投票日写在法律里，一天都不会挪。这场选举将改选众议院全部席次，参议院约1/3席次，结果直接决定白宫未来2年还剩多少行动能力。把它和北京的秋季全会摆在一起看，下半年的世界本来就排定了2场大考，不需要预言。日历自己就写着，荷莫兹的战火已经让油价和运费灌进美国的物价，选前的政治张力是现在进行式，但权力更集中，大风波这种措辞弹性太大，怎么发生都能事后解释。这条未到期，措辞模糊，先挂着，选后开账。10条摊完了，现在来排名，哪一条最接近应验？账面上是第1条，荷莫兹。6月25日说停火撑不过夏天，7月8日破局，13天，日期咬合得漂亮，过程血淋淋。但我们自己拆过它的水分。6月20日，伊朗就放话了，赌停火会破，胜率本来就高，真要比含金量，反而是他年初那句伊朗核设施会遭攻击更硬。那是在2月28日空袭之前就白纸黑字放进年度预言的，发布时间差摆在那里。这也是英国媒体今年3月开始重新叫它末日先知的原因。至于第4条热浪，字面权重，但稳赚不赔。
第3条英国跟播不算数。第5条中国经济对一半错一半。把这几条摆在一起，可以看出应验这2个字的水有多深。同样叫应验，有的是硬碰硬的时间戳，有的是稳赚不赔的常态，有的是跟播，有的是对半开。短影音的字卡不会告诉你这些差别，它只会打上2个字：神准。哪一条最难验证？2条并列。第7条，4个城市独立，连原文都查不到。要验证它的第一步不是等新闻，是先找到他真的说过的证据。第8条，台湾引信，查得到原文，但没有时间表，永远处于还没的状态。一条卡在出处，一条卡在期限。整份清单里最响亮的2张牌，恰好是最无法对账的2张。这不是巧合，这是流传机制的筛选结果。能被验证的传不远，无法被验证的传最远。耸动和可信，在预言的世界里，经常是反猪走的2条线。如果硬要替这10条做一张总表，查证式的评分会长这样：咬合度最高的是第1条和墨兹，原文可查度最高的是第5条中国经济和第6条香港，因为官网白纸黑字。期限最明确的是第9条日本和第10条美国，日期锁死。而第7条4个城市在出处、期限、事实3个栏位里全部空白。一份诚实的成绩单不会只有1个总分，会有很多栏。预言者希望你只看最亮的那一栏，查证者的工作是把整张表摊开给你看。接下来把下半年的日历摊开，观察指标一个一个标上去。8月最拥挤，第9条的日本之说在8月到期，这是全清单第1个硬期限，8月31日晚上就能翻牌。同一个月8月12日日全食，全时代从北极圈一路压向冰岛和西班牙。16天之后8月28日月食接棒。这是天文台的日历，不是任何人的想象。天象本身不决定任何事，这一点必须再讲一次。但在预言圈的语境里，10项历来被当成倒数的钟声。帕克的支持者已经开始把8月整个圈起来。届时可以预期的是，不管8月发生什么，大事小事，都会有人把它跟10项挂在一起。这是预言圈的标准剧本，先把钟声敲响，再等任何一件事来当回音。看懂这个剧本，8月的资讯洪水就淹不到你。和莫兹海峡，看3个数字：攻击的频率、油价的高点、美军行动的规模。7月8日之后，海峡重回火线。任何一次大型攻击或大型报复，都会把第1条的咬合再锁紧一格。反过来，如果停火真的被重新粘起来，撑过整个夏天，第1条的撑不过夏天，就会反转成失准。这一条是活的，每一周都在改写自己的分数。油价是最诚实的计分板，重新站上100美元，代表市场相信火还会继续烧。逼近126美元的前高，代表恐慌回到3月的水位。英国，看夏季休会前，唐宁街10号的新主人是谁？第7位首相就位的那一天。第3条正式结案，顺便看新首相的路线，会不会又养出下一场政治风暴？工党内斗的剧本，英国媒体已经开始逐日连载。对台湾观众来说，这是一堂免费的老牌民主国家压力测试课。中国，看10月，第3季数据会揭晓，经济失速是止住还是加深，而秋季全会的人事与路线会透露北京内部的真实温度，那也是巨变之说第1个可以被观察的窗口。秋天的北京闭门开会，秋天的华盛顿全民投票，2个节点前后夹出来的那段时间，本来就是全年地缘政治密度最高的窗口。预言圈盯着它，投资人盯着它，外交官也盯着它，差别只在于前者用感应，后两者用数据。香港与台湾周边没有时间表，只能持续盯着社会版与军事动态，一周一周的看。最后11月3日，美国期中选举第10条的对账日锁死在日历上。这里也留一份自查清单给你。和墨兹，看油价和航运新闻；英国，看唐宁街的门牌；中国，看10月的官方数据；日本，看气象厅的通报；香港与台湾周边，看每天的公开通报与国际版头条；美国，看11月3日的开票。每一条都有公开的、免费的、
不需要通灵的查证管道。这支影片能做的是把表格画好，填表的是接下来5个月的世界。把时间轴整个摊平来看，7月和莫兹对仗中，8月日本之说到期，双十登场，9月夏天结束，第一条的撑不过夏天，正式关账，10月中国的数据与秋季全会，11月美国期中选举，12月年度总结算，下半年的每一个月都有至少一条预言在排队等验收。这份日历就是下半年对账的完整路线图。把这份账单合上之前，再看一眼总表，10条预言，1条日期咬合，但掺着新闻判读的水分，2条对了一半，机制错了一半，2条还没到期，数条目前挂零，还有1条连原文都找不到。这就是预言摊在查证桌上的真实模样，不是全知，也不是全假，是一副中有不中的牌。而且别忘了，这只是7月下旬的期中快照，牌桌上还有几张没开的牌，任何一张翻出来都可能改写整份成绩单的颜色，往神准的方向或者往落空的方向。而怎么读这副牌，决定权不在发牌的人手上，在看牌的人手上。有人会问，那到底该给帕克打几分？这个频道的答案是，现在打分本身就是不及格的行为。10条里有将近一半的到期日根本还没到，考试考到一半就公布成绩，对谁都不公平。真正的总结算要等到12月31日晚上，到时候这份清单会被原封不动的再摊开一次，一条一条红笔黑笔全部见光。看预言不必急着信，也不必急着嘲笑，把它当成一份需要查证的清单，你就同时拥有2样东西：故事的张力和事实的地板。地板在，怎么看戏都不会摔下去。牌还没发完，下一张要翻开的是8月的日本。如果8月31日平安度过，这副底牌就少一张耸动。如果何莫兹的火再烧大一轮，第1条就会从疑似变成咬死。如果秋天的北京真的起了风，第5条和第7条的每一个字都会被重新翻出来逐字检验。帕克说，下半年才是重头戏。这句话本身是预言，也是宣传。信的人听见预告，不信的人听见行销，而查证者听见的是一张一张排好队的到期日。日历不说话，只是一页一页往后翻，每翻过一页就有1条预言被送上对账桌。下一个到期日8月31日，从今晚算起只剩1个多月，倒数已经开始。这场戏横跨中东沙漠与北欧冰原，牵扯进美国总统、伊朗最高领袖、丹麦首相、俄罗斯影子舰队，甚至还有3位神准的预言家。你没听错，在2026年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代号史诗之怒的突袭之前，在川普威胁要武力拿下格陵兰之前，在波罗的海海底电缆一条接一条被割断之前，至少有3位预言家已经提前把剧本写好了。他们是谁？他们看到了什么？而更重要的是，这场大戏背后到底藏着一盘什么样的棋？先别急，我们一步一步来拆解。今天这期内容信息量极大，建议你找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泡杯茶，因为接下来的故事可能会彻底改变你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故事要从2025年底说起，那时候全世界还沉浸在加萨停火的短暂喜悦中。川普刚在10月份促成了以色列和哈马斯的20点和平协议，白宫的新闻稿写得花团锦簇，说什么中东和平新纪元。可就在这个时候，3个人分别在英国、澳洲和美国几乎同时发出了令人不安的警告。第一位是英国灵媒克雷格·汉密尔顿·帕克。帕克这个人，常看预言频道的朋友应该不陌生。他曾经准确预言过川普当选、英国脱欧、新冠疫情爆发，甚至连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的去世都被他提前说中。2025年12月30号，帕克上传了一部影片，说2026年将是一个清算之年。他特别提到伊朗，说他长期以来一直在谈论伊朗革命，现在迹象已经非常明显。他还说，伊朗的核设施和领导层将遭受精准打击，而战事在3月将进入第2阶段。你听到了吗？精准打击领导层，3月第2阶段。2026年2月28号，美以联军对伊朗发动突袭，
第一波攻击就击杀了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3月，战事果然进入了新阶段，荷姆兹海峡被封锁，全球油价飙升。帕克的预言几乎每一条都在兑现。第二位是澳洲占星家杰西卡·亚当斯。亚当斯曾经精准预测了2016年川普胜选、2024年川普遇刺，以及2020年新冠全球大爆发。他在2025年底断言，2026年全球版图将迎来天崩地裂的巨变，边界将被重新绘制。他还给出了非常具体的时间表，说以色列与哈马斯冲突的最沉重阶段将在2月14号前后结束，而到了7月底，中东将迎来崭新格局。更惊人的是，他提到了地图重绘，这与后来川普试图夺取格陵兰危机席卷北欧的情节简直不谋而合。第3位是美国的金融预言家比格斯。比格斯以预测经济走势闻名，他曾经准确预言川普会再次当选总统，还警告过2025年4月川普关税风暴将引发全球市场动荡。果然，川普在2025年4月2号宣布对多国课征惩罚性关税，台湾被课了 32% 的重税，全球股市剧烈震荡。比格斯后来更进一步警告，川普将引爆一场超越1929年经济大萧条的金融风暴。他甚至描述了一个惊人的画面，他曾看到川普跪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中痛哭祈祷，仿佛在为自己的错误政策深感懊悔。3位预言家，3个不同的领域，3种不同的方法，却不约而同指向了同一个方向。2026年世界将天翻地覆，而现在回头看，他们的预言一一应验。那么问题来了，他们真的是看到了未来吗？还是说这些事件的种子其实早就埋好了，只是大多数人选择了视而不见？我们先来想一个问题，如果你在2025年底告诉任何一个国际关系学者，明年2月美国会和以色列一起暗杀伊朗最高领袖，同时美国总统会威胁武力夺取北约盟国的领土，而波罗的海的海底电缆会被俄罗斯影子舰队反复割断，他大概会觉得你看了太多阴谋论。但这3件事确确实实在短短几个月内全部发生了，巧合吗？还是说有一条更深层的逻辑线把它们串在一起？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先回到中东。2025年1月20号，川普第2次宣誓就任美国总统，这一次跟8年前不一样了，共和党同时控制了参众两院，给了他完全执政的权利。多位分析师指出，川普 2.0 的政策手段会更加激进，尤其2025到2026年是他为自己历史定位铺路的关键头2年。他的竞选承诺之一就是终结中东战争，可他上任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却让所有人跌破眼镜。他提议美国接管加萨走廊，把200万巴勒斯坦人迁走，然后把加萨打造成中东的里维耶拉。这个提议遭到国际社会几乎一面倒的反对，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却表示强力支持。从这一刻开始，你就能看出川普的套路了，他不是在促进和平，他是在做交易。对川普来说，中东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巨大的商业机会。2025年5月，川普展开了他第2任期的第1次中东之旅，访问了沙烏地阿拉伯、卡达和阿联酋。这趟行程的成果令人瞠目结舌，波音与卡达航空签下了640亿美元的创纪录订单，与阿联酋的阿提哈德航空签了145亿，沙烏地承诺6000亿美元的投资，卡达最终将达到 1.2 万亿。最夸张的是，卡达送了川普一架价值4亿美元的波音747豪华客机，用来替换老化的空军1号。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外国赠礼，引发了大量法律和道德争议。但真正重要的不是这些金额，真正重要的是，川普在利雅得参加了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峰会，在那里他做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他会见了叙利亚新任总统艾哈迈德·沙拉。这是近25年来美国总统第1次与叙利亚领导人面对面，川普还宣布取消对叙利亚的所有制裁。叙利亚官员欢呼，这是巨大的突破。看到了吗？川普的棋路非常清晰，用商业利益拉拢海湾国家，用解除制裁拉拢叙利亚，然后一步步扩大亚伯拉罕协议的版图。他的最终目标是什么？让沙烏地阿拉伯与以色列建交。如果这一步达成，那就是自1979年埃及与以色列签署和平条约以来，中东最大的外交突破。
而对川普个人而言，这会是他政治遗产的皇冠上的宝石，甚至可能为他赢得那个他梦寐以求的诺贝尔和平奖。2025年10月，他确实差点得到它。当时哥伦比亚学者和多位美国政客都在为他游说，连那年的和平奖得主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玛利亚·马查多都公开说川普绝对值得一个诺贝尔和平奖，但最终他还是错过了，而这份错过竟然成了他后来威胁格陵兰的理由之一。但沙乌地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不是那么容易被说服的。2025年11月，他在白宫与川普会面时，虽然承诺了数十亿美元的投资和采购 F-35 战斗机，但就是不肯宣布与以色列建交。他的条件很明确，以色列必须接受巴勒斯坦建国的可信且有结构的路径，而民调更是残酷。2025年8月的调查显示， 99% 的沙乌地受访者认为与以色列建交是负面的。你没看错， 99%。 那怎么办？川普的答案是先搞定伊朗。伊朗是这盘棋上最关键的一颗子，只要伊朗这个邪恶轴心还在，海湾国家就有理由不跟以色列走得太近，因为他们需要跟德黑兰维持微妙的平衡。但如果伊朗政权垮了呢？2025年6月，以色列和美国就已经对伊朗发动了一场12天战争。这场战争摧毁了伊朗大量的核设施和防空系统，还击杀了多名高级军事指挥官和核科学家。以色列突击队和摩萨德特工在伊朗境内执行了多次行动，纳坦兹、伊斯法罕和福尔多的核设施都遭到了严重破坏。伊朗在战后暂停了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指控该机构向以色列泄露了核设施和科学家的信息。美国情报总监图尔西加巴德在3月份曾作证说，情报界评估伊朗并未在制造核武器，但这并没有阻止以色列的行动。川普后来甚至为这场战争取了个名字叫12天战争，有人说这是在向1967年的6日战争致敬。12天战争结束后，伊朗元气大伤。2025年底，伊朗爆发了3年来最大规模的抗议运动，里亚尔汇率跌破140万，通膨高达 52%， 民生彻底失控。抗议从德黑兰的市集罢市开始，迅速席卷全国，口号从经济诉求转向推翻政权，甚至有人公开支持流亡的王储。2026年1月，伊朗安全部队杀害了数千名抗议者，引发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川普看到了机会，他威胁说，如果抗议者受到伤害，美国将采取军事行动。但同时，他又通过阿曼进行间接的核谈判。2月份的谈判据说取得了重大进展，阿曼外长说伊朗愿意做出让步，但川普对谈判结果不满意。然后2026年2月28号，一切都爆发了。美国和以色列在12小时内对伊朗发动了近900次打击，目标包括导弹设施、防空系统、军事基础设施和领导层，代号史诗之怒。第一波攻击就击杀了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他的女儿、女婿和孙子也在袭击中丧生。根据 CBS 新闻的报道，至少40名伊朗高官在袭击中遇难。美军动用了 B-2 隐形轰炸机，携带2000磅炸弹打击伊朗的弹道导弹设施。仅仅在前12小时内，美军中央司令部就打击了超过1000个目标。伊朗国家电视台的主播含泪宣布了哈梅内伊的死讯。德黑兰的革命广场和其他城市的公共场所挤满了悼念者，高呼真主的雄狮被杀了。伊朗的反击来得很快，他们向以色列、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以及多个海湾国家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沙乌地、阿拉伯、卡达、科威特和阿联酋都遭到了攻击。伊朗还封锁了荷姆兹海峡，全球 20% 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通道被切断，油价飙升到了70年代石油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国际能源署的负责人警告说，这场危机比70年代的2次能源危机和乌克兰战争的影响加起来还要严重。截至3月下旬，战争已经进行了将近4周，伊朗至少有1500人死亡，以色列有18人，美军有13名士兵阵亡，海湾国家有21人。而最新的消息是，川普在3月23号宣布，美国和伊朗进行了非常好的、富有成效的对话，双方正在就全面彻底解决中东敌对行动进行谈判。他暂停了对伊朗电厂的打击5天，但伊朗官方否认有任何谈判在进行。
这场战争对全球的影响是灾难性的。荷姆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咽喉，每天有大约2100万桶石油通过这里，占全球石油供应的大约 20%。伊朗对海峡的封锁导致全球油价一飞冲天，亚洲国家出现了烹饪用燃气短缺，航班取消，航线改道，贸易中断，整个中东地区的航空都受到了影响。以色列的本古里安机场一度关闭，全球旅行变得异常困难，正如帕克所预言的那样。而在外交层面，川普的作风也让盟友们目瞪口呆。3月20号，他在社群媒体上公开抨击北约是纸老虎，指责北约在伊朗战事中没有提供帮助。他写道：没有美国，北约就是纸老虎。与此同时，部分欧洲国家反而在从中东撤军，明确表态不参与对伊朗的作战。美国和欧洲之间的裂痕正在急速扩大，这就是川普的套路，先用武力把你打趴下，然后好心的伸出手说，来吧，我们谈谈。这招他在朝鲜半岛用过一次，先威胁要火与怒毁灭朝鲜，然后跑去新加坡和金正恩握手言欢，现在又在伊朗用了一次，只是这一次的代价大得多，死的人也多得多。先前帮帕克说到的预言正在一一应验，而亚当斯所说的地图重绘也在中东上演。加萨的未来悬而未决，伊朗政权摇摇欲坠，叙利亚政权更迭，黎巴嫩真主党重新卷入战火，中东的版图真的在被重新绘制。但故事不仅仅发生在中东，就在美国把注意力投向波斯湾的同时，北欧的后院也烧起来了，而这把火是川普自己点的。先说格陵兰，格陵兰是丹麦的自治领土，面积比整个西欧还大，但人口只有 5.7 万人。它位于北极，拥有丰富的稀土矿产和巨大的战略价值。早在2019年第一任期时，川普就表示有兴趣购买格陵兰，被丹麦首相弗瑞德里克森斥为荒谬。川普因此取消了访问哥本哈根的计划。但川普不是个容易放弃的人。2025年1月，他重返白宫后，立刻重提格陵兰。他说美国需要格陵兰来保护国家安全。他的儿子小川普1月份就飞到格陵兰去考察，虽然没有与任何官方人员会面。2025年12月，川普正式任命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杰夫·兰德里为格陵兰特使，公开表示要让格陵兰成为美国的一部分。丹麦外交部长召见了美国大使，称兰德里的言论完全不可接受。然后到了2026年1月，事情彻底失控了。川普公开宣称，我们将在格陵兰采取行动，不管他们喜不喜欢。他拒绝排除使用武力的可能性。他在社群媒体上发帖说，北约告诉丹麦马上让他们离开。他还威胁要对丹麦、挪威、瑞典、法国、德国、英国、荷兰和芬兰加征 10% 的进口关税。如果丹麦不同意出售格陵兰，6月1号还要加到 25%。最离谱的是，川普在给挪威首相斯特勒的一封信中，把自己没有获得2025年诺贝尔和平奖这件事跟格陵兰问题挂钩。他写道，他不再觉得自己有纯粹为和平着想的义务了。一个超级大国的总统因为没拿到和平奖就威胁武力吞并盟友的领土，这在现代国际关系史上可以说是闻所未闻。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川普说了一句让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的话，有一样东西能阻止我自己的道德准则，我自己的判断，那是唯一能阻止我的东西。我不需要国际法。《纽约时报》的记者后来写道，这是川普对自己世界观迄今为止最直白的承认。丹麦的反应出奇的强硬，首相弗瑞德里克森警告说，对格陵兰的武装攻击将意味着北约的终结。丹麦开始向格陵兰增派军队，派出了护卫舰和军事人员参加代号北极坚韧的联合军演。法国、德国、瑞典、挪威、芬兰和荷兰也纷纷表示支持。部分国家甚至向格陵兰派出了象征性的部队。欧盟威胁要启动反胁迫工具，限制美国科技公司进入欧盟单一市场。格陵兰人民的态度更是一面倒，议会所有政党发表联合声明，要求美国尊重格陵兰的主权，明确表示我们不想成为美国人。街头爆发了大规模示威，抗议者举着不就是不，停止威胁我们，美国佬滚回去的标语牌。格陵兰总理尼尔森说，在美国和丹麦之间做选择的话，格陵兰选择丹麦。
最终，在1月21号的达沃斯论坛上，川普被迫退缩了。路透社报道说，是他自己的幕僚反对入侵格陵兰，迫使他改变了立场。前美国驻北约大使伯恩斯说，川普在欧洲人强硬的军事、经济和政治抵制面前明显退缩了，而这是川普政府事先没有预料到的。有趣的是，格陵兰危机期间，俄罗斯的反应非常耐人寻味。当整件事不断升级的时候，俄罗斯发言人和官方媒体几乎是在为美国加油打气。为什么？因为美国威胁北约盟友，正中俄罗斯下怀。北约内部的分裂是莫斯科梦寐以求的结果，但这场危机的影响远远没有结束。丹麦首相弗瑞德里克森的支持率大幅上升，他趁势在3月宣布提前举行大选。分析人士说，这场选举实质上是一场关于如何应对美国压力的公投，而格陵兰的独立讨论反而因为川普的威胁而暂时搁置了。因为格陵兰人发现，在面对外部威胁时，与丹麦站在一起比独立更安全。丹麦政府也大幅增加了对格陵兰的投入，支出增加了10倍。某种程度上，川普的威胁反而让丹麦和格陵兰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了。格陵兰危机只是北欧困境的一部分，另一条战线更加隐蔽，也更加危险。波罗的海的海底电缆。波罗的海面积大约15万平方公里，周围被8个北约国家和俄罗斯环绕。它水浅狭窄，海底铺设了大量的电力电缆、通讯光缆和天然气管道，是连接北欧和波罗的海国家的生命线。而就在2026年2月，波罗的海3国刚刚正式脱离了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电力联网，实现了能源独立。脱离的代价不小。爱沙尼亚从1月起就开始向消费者征收每兆瓦时 3.73 欧元的能源独立费，而几乎就在独立的同时，新的威胁又来了。自从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波罗的海的海底基础设施就开始频繁遭到破坏。最轰动的是2022年9月的北溪管道爆炸事件，此后事件一件接一件。2023年10月，连接瑞典和爱沙尼亚的数据电缆被割断。2024年11月，连接瑞典和立陶宛的光缆以及连接芬兰和德国的光缆几乎同时被切断。2024年12月的圣诞节，连接芬兰和爱沙尼亚的电力电缆和4条通讯线路同时中断。2025年1月，又有一条连接拉脱维亚和瑞典哥特兰岛的光缆遭到破坏。几乎每一次事件都指向同一个嫌疑人——俄罗斯的影子舰队。这些老旧的油轮和货船用来规避西方对俄罗斯石油出口的制裁，但同时也被怀疑充当了低技术的破坏工具。他们的手法非常简单粗暴，拖曳船锚在海底拖行数十甚至数百公里，把海底电缆割断。波罗的海水深平均只有55公尺，船锚很容易就能触及海底。2025年底的最后一天，芬兰电信公司 Elisa 在凌晨4点53分发现其连接赫尔辛基和塔林的光缆出现严重数据中断，芬兰边防军、海关、国防军全部出动。芬兰警方迅速扣押了一艘从俄罗斯驶往以色列的货船 Fitberg 号，怀疑它拖曳船锚切断了电缆。芬兰总统斯图布发表声明，强调芬兰已准备好应对各种安全挑战。而5天后，拉脱维亚当局又登上了另一艘涉嫌破坏通讯线路的船只。接二连三的事件让北欧各国的神经绷到了极限。根据 Windward 海事情报公司的数据，在2024年2月到2025年2月的一年间，波罗的海有超过6万次船只抛锚活动，其中有 15% 的船只被标记为高风险， 41% 与俄罗斯政权有关联。北约的回应是在2025年1月启动了波罗的海哨兵行动，部署军舰、飞机和海军无人机来保护海底基础设施。英国领导的联合远征部队也启动了代号“北欧守望者”的监控系统，使用人工智慧来分析船只动态，计算每艘进入敏感区域的船只构成的风险。但专家坦诚，波罗的海太大了，不可能做到全覆盖。就像丹麦海军的斯文森所说，波罗的海看起来是个小海洋，但实际上是一片相当大的水域，我们不可能随时出现在每个地方。更何况这些攻击具有高度的灰色地带特征，船只可能有多个受益所有人登记在海外领地，所有权链条不透明，这让归因和追责变得极其困难。
也给了俄罗斯可信的否认空间。俄罗斯否认了所有指控，称这些说法是恐俄症的表现。瑞典海军潜艇舰队指挥官瓦伦堡对 CBS 新闻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们不是处于和平状态，但也不是处于战争状态。他说目前的情况非常接近冷战时期。当年美苏两个核武国家相互试探彼此的底线，却始终没有爆发全面军事冲突。而现在的波罗的海正在重演类似的场景。立陶宛前外长兰兹贝吉斯对 CBS 新闻说得更直白：过去20年几乎没有出过什么事，突然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事件几乎每个月都在发生。他说，如果北约不做出坚定统一的回应，普丁可能会得出结论，认为北约不再是从前的那个联盟，然后他可能会说，好吧，也许现在是测试他的时候了。海底电缆被割只是表象，真正让北欧国家夜不能寐的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如果美国不再罩着我们了怎么办？这不是杞人忧天。2025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明确把重心放在了本土防卫和西半球，同时聚焦印太地区和遏制中国，公开要求欧洲承担自身防御的主要责任。川普多次质疑欧洲盟友是否会帮助美国，嘲笑他们在阿富汗的军事贡献，还因为格陵兰问题与欧洲发生了正面冲突。在2026年1月，挪威情报机构发布了年度威胁评估报告，明确指出，我们正面临自二战以来最严峻的安全形势。挪威国防部长桑德维克把俄罗斯列为对挪威和盟国安全的最大威胁。他特别提到了俄罗斯在2026年1月9号使用真果木导弹打击的事件，指出这是俄罗斯利用核能力载具进行战略讯号传递的明确案例。换句话说，俄罗斯正在用核武器作为胁迫和风险操控的工具，而不仅仅是城市毁灭的工具。在这种背景下，一个以前不可想象的话题开始浮出水面：北欧是不是应该拥有自己的核武器？这个问题的背后是一个残酷的逻辑：美国的核保护伞还可靠吗？法国曾经在60年前就得出了否定的结论，所以自己搞了核武器。现在北欧国家也开始面对同样的问题。2025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明确把欧洲防卫的优先级往后排了，强调本土防卫和印太地区才是重点。对北欧来说，这意味着美国可能不会为了赫尔辛基或哥本哈根而冒核战争的风险。2026年1月，一位名叫基布斯高的安全政策分析师在丹麦主要报纸上撰文，倡议建立北欧核武器联盟，整合资源，补充现有的法国和英国核武库，建立可信的威慑力。丹麦前外长科福德走得更远，公开主张北欧防御联盟应该配备原子弹。而在2025年4月，法国就已经将几架具有核打击能力的疾风战斗机派到了瑞典最北端的空军基地。芬兰在2026年1月正式退出了禁止杀伤人员地雷公约。波兰在2025年2月宣布将追求最先进的能力，包括核武器和现代非常规武器。英国在6月宣布计划购买至少12架具有核打击能力的 F-35A 战斗机。沙乌地和巴基斯坦签署了互防协议，被猜测可能将巴基斯坦的核保护伞延伸到沙乌地。整个欧洲，尤其是北欧，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安全觉醒。从2025年到2026年初，欧洲的国防订单增加了大约1倍。波兰和多个波罗的海及北欧国家开始公开支持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的 5%。欧盟层面推出了1500亿欧元的欧洲安全行动基金。德国的国防采购支出从2024年的大约320亿欧元暴增到预计2029年的1000亿。正如一位评论员所说，2025年欧洲宣布了认真对待防御的态度。2026年，这份认真态度必须体现在实际生产上，而这一切的催化剂正是川普。他的不可预测性，他对盟友的威胁，他对俄罗斯的暧昧态度，都在加速欧洲的军事化。好了，现在让我们拉远一点，看看这整盘棋。川普在中东的策略其实很清晰，用商业利益绑定海湾国家，用军事打击摧毁伊朗，用伊朗的倒下来扫清沙以建交的最大障碍，最终实现他的终极交易，扩大亚伯拉罕协议，建立一个以美国为核心的中东新秩序。在这个新秩序中，以色列是模范盟友，海湾国家是金主，伊朗要么改朝换代，要么被彻底边缘化。而在欧洲，川普的策略同样清晰，
用威胁和施压迫使欧洲盟友加大国防开支，承担更多自身防御的责任，同时为美国在北极地区获取更大的战略空间。格陵兰问题表面上看是荒唐的构岛闹剧，但背后是北极战略的大博弈。北极冰层融化，航道开通，资源争夺，俄罗斯和中国都在积极布局，美国不可能坐视不管。而格陵兰恰恰处于连接北极、北美和欧洲的地缘战略关键节点。正如一位安全分析师所说，格陵兰是北极的地缘战略基石。2025年8月，川普甚至在阿拉斯加与普丁会面，讨论美俄在北极的经济合作，让那个连接两个大陆的川普隧道的梦想再次复活。一边跟俄罗斯谈北极合作，一边威胁北约盟友交出格陵兰。川普的逻辑在哪里？也许只有他自己知道，但问题在于手段。川普选择了最粗暴、最直接的方式，威胁、关税、武力暗示。这种方式短期内可能有效，但长期来看，它正在摧毁美国最宝贵的战略资产，也就是盟友的信任。丹麦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小国为了在华盛顿积攒信誉，在阿富汗赫尔曼德省与美军并肩作战，付出了巨大的人员伤亡代价。对一个竭尽全力通过军事团结来换取安全保障的国家来说，川普的言行无疑是一记沉重的打击。正如一位学者所说，格陵兰危机期间，俄罗斯的发言人和媒体一直在为美国叫好，这难道不讽刺吗？而在中东，川普的交易式外交也面临严峻的现实考验。加萨和平协议虽然结束了2年的战争，但它并没有解决以巴冲突的根本问题。巴勒斯坦国的建立仍然遥遥无期。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吞并计划虽然被川普叫停了，但这只是暂时的。更重要的是，2026年2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虽然在短期内摧毁了伊朗的军事能力，但它也带来了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和地缘政治后果。伊朗对海湾国家的报复性打击已经让沙乌地、阿联酋等国对于以色列走近更加犹豫。这些国家最看重的是稳定，而美以对伊朗的战争带来的恰恰是不稳定。回到我们的3位预言家，帕克在2026年1月3号的影片中说，他梦见了黄红旗帜与狮子飞越伊朗的象征画面。他说这意味着美以发动突袭后会迅速撤离，不会派遣地面部队。到目前为止，这是准确的，美国确实没有派出地面部队。他还预言，伊朗最终会由人民做主，有望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善用石油财富迈向更现代化的国家体制。这一点目前还无法验证，但方向与川普的战略目标是一致的。帕克还特别提到了3月的危险，他警告说3月中旬到3月底，全球会极度动荡。他提到了大规模的网络攻击、旅行困难。而根据印度占星术的推算，3月25号太阳与土星合相时将是重要的冲突触发点。有趣的是，今天正好就是3月25号，全球油价因为伊朗战争已经飙到了天价，荷姆兹海峡的封锁正在造成严重的能源供应危机，旅行确实变得困难。占星家乔尼与帕克在一次对话中互相印证了对方的预测。乔尼仔细查看了伊朗和美国的星盘，确认发起攻击的果然是伊朗一方。伊朗的反击，美国是受害方，但会强力报复。他还指出，中国也会牵涉其中，而紧张局势在3月中旬会达到顶峰。而亚当斯所说的地图重绘，现在看起来不仅仅指中东，格陵兰的归属问题，乌克兰的领土争端，叙利亚政权更迭，伊朗可能的政体变化，加起来确实可能重新定义21世纪的全球版图。至于比格斯的金融崩溃预言，2026年的全球经济确实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伊朗战争导致油价飙升，荷姆兹海峡封锁打击了全球供应链，川普的关税战继续侵蚀国际贸易，美国的财政赤字持续扩大。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一场严重的经济衰退并非不可想象。事实上，川普在3月23号暂停对伊朗电厂的打击，表面上是为了谈判，但华尔街的分析师普遍认为，真正的原因是油价已经高到让美国经济承受不了了。当他宣布暂停打击后，美国股市期货立刻上涨，美元下跌，油价暴跌，资本市场的反应说明了一切。战争的代价最终会落到每一个普通人的头上。
比格斯说的那场超越1929年的金融风暴也许还没有到来，但它的阴影已经开始笼罩。但我们真正应该问的问题不是预言家们是不是猜对了，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看似疯狂的事情在2026年同时发生了。答案其实藏在一个更大的结构性变化里。自冷战结束以来，全球秩序一直建立在几个基本假设之上。美国是不可撼动的超级大国，北约是欧洲安全的基石，中东的石油是全球经济的命脉，而国际法和多边机制会限制大国的行为。这些假设在过去30年里逐一被侵蚀。俄罗斯在2022年入侵乌克兰，打破了欧洲不会再有大规模陆地战争的幻想。中国的崛起挑战了美国的经济和技术霸权，而川普的回归则是对自由国际秩序的最后一击。他的名言，我不需要国际法，我有自己的道德准则，简直是一记响亮的耳光。2026年发生的一切其实是这个秩序崩解过程中的一个加速点。中东战争、格陵兰危机、波罗的海岸战，这3件事表面上不相关，但它们都指向同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美国不再是可靠的安全保障提供者，至少不是无条件的。这个转变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欧亚集团在2026年风险报告中指出，几乎所有的2026年顶级风险都打在欧洲最脆弱的地方。欧盟国家，尤其是东欧和北欧国家以及英国，将特别容易受到俄罗斯升级行动的影响。而华盛顿不愿得罪莫斯科的态度，将削弱北约的强力回应，为俄罗斯的试探提供更多空间。对北欧国家来说，这意味着必须自己承担防御责任，甚至考虑核武器。对中东国家来说，这意味着必须在美国、中国和俄罗斯之间走钢丝，同时为可能的动荡做好准备。对整个世界来说，这意味着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更加危险、更加不确定的时代。而对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来说，这意味着油价会涨，物价会涨，旅行会变难，而头条新闻会越来越让人焦虑。最后，让我们想一个更深层的问题。这3位预言家，无论你相不相信他们的能力，他们之所以能预测这些事件，是因为这些事件的逻辑其实是可以追溯的。川普的中东策略从他第1任期就开始布局了。俄罗斯对波罗的海的灰色地带作战从2022年就开始了。北欧的安全焦虑从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那天就埋下了种子。而格陵兰的问题，川普在2019年就提出来了。预言家们做的事情，与其说是看到了未来，不如说是读懂了现在。他们用各自的方法，无论是灵视、占星术还是金融分析，把那些已经存在但被大多数人忽略的趋势线连接了起来，然后推演出了可能的结果。你仔细想想，伊朗经济崩溃，民众抗议，核设施引发国际危机，这些线索在2025年底已经全部摆在桌面上了。格陵兰问题，川普在2019年就提出了，6年来从未放弃。波罗的海的海底电缆从2022年就开始被割，所有的拼图碎片都在那里，只是需要有人把它们拼起来。而真正值得我们警惕的是，如果连这3位各自独立的观察者都能看到的趋势，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却看不到，或者看到了却选择忽视，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帕克在预测完所有灾难之后，总是会加上一句：劫难并不可怕，大灾过后就是大福。他预言这些动荡最终会带来一个黄金时代。他说他咨询过印度的多位纳迪叶解读师，他们都告诉他，他会在有生之年看到圣贤们转世归来，看到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到来。我不知道黄金时代会不会来，但我知道，在这个黄金时代来临之前，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擦亮眼睛，看清楚这场大戏的棋盘上，谁是棋手，谁是棋子，而我们自己又站在哪里。2026年3月25号，就是今天，伊朗的战火还在燃烧，荷姆兹海峡的油轮还在绕道，丹麦的大选正在进行，波罗的海的军舰正在巡逻，而川普，他在社群媒体上发帖说，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3位预言家棋中了吗？某种程度上是的，但更准确地说，他们只是比大多数人更早地读懂了这个疯狂世界的剧本，而这个剧本还没有写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沙乌地会不会最终跟以色列建交？伊朗会不会真的改朝换代？北欧的核武计划会不会从纸上谈兵变成现实？
川普会不会真的得到他梦寐以求的诺贝尔和平奖？还是说他会因为这场伊朗战争而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付出代价？有一件事是确定的，2026年的赤马红羊之年才刚刚开始。中国传统寓言中的赤马红羊节指的是每60年一次的丙午丁未年份，历史上往往伴随着重大的战争和社会动荡。2026年正好是丙午年。帕克、亚当斯和比格斯也许不知道这个中国古老的寓言传统，但他们各自用自己的方法得出了惊人相似的结论。这一年，世界将被重新洗牌。这些问题的答案，也许预言家们已经知道了，但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我们能做的就是继续关注，继续思考，不要让任何人替我们决定未来。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最大的武器不是核弹头，不是隐形轰炸机，也不是海底电缆，最大的武器是清醒的头脑和独立的判断力。当政客们在棋盘上移动棋子的时候，至少让我们知道自己身处棋盘的哪个位置。